36年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，美军速通委内瑞拉的战地到底有多恐怖？火力军注意到，不少人将美军3小时肃擒马杜罗的原因归结于委内瑞拉不经打，或者俄军提供的装备太拉胯。然而火力军却看到了更恐怖的东西，这并非一次简单的抓捕，而是自1989年巴拿马行动以来，美军在拉美发动的最大规模、最具技术含量的军事行动，甚至福特号还可能参与其中。那么美军动用的海陆空三位一体力量究竟恐怖到了什么程度？作为人类历史上战力最高的航母福特号，它的首次实战表现又如何？要看懂这次速通委内瑞拉的行动，我们必须先看清它的级别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五角大楼几乎搬出了半个家底，调动了海陆空天电所有维度的顶尖战力。就结果论来说，美军还是太谨慎了，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，就把直升机开进了马杜罗的藏身所，像拎小鸡一样把马杜罗给揪了出来，然后大摇大摆地开回了美国。在3小时的行动中，特战队员擦破皮都算重伤。不过在这场行动中，最让人瞩目的却不是被抓获的马杜罗，而是那艘首次参战的海上巨兽杰拉尔德·福特号核动力航母。作为美军最负盛名也最为昂贵的核动力航母，福特号一直是美军海上力量的绝对图腾。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，这家伙自2017年服役以来，从未有过任何实战经验。原因很简单，它太强大，根本找不到可以匹敌的对手。无论是海麻雀导弹、拉姆导弹，还是惊人的电磁弹射系统，根本找不到同类型航母与其抗衡。之前还一直流行过一句话，福特号的对手只有他自己和外星人。而这一次，美国海军不再低调，他们手里的最强王牌 CVN-78 福特号终于启动。当然，福特号并非投入到战场第一线，它的主要作用是坐镇航母打击群，对委内瑞拉予以威慑。具体防御与打击工作交给了围绕在这头巨兽身边的打击舰队。首先是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伊里胡号，这家伙装备了128枚垂直发射单元，搭配2具 MK15 密集阵近程武器系统，以及标准1、2、3型号防空导弹，加上最新的宙斯盾系统，它不仅是航母的防空保护伞，更是对地打击的急先锋。行动当天，加拉加斯当地上空传出多声巨响，以及多个防空指挥中心、通信节点和发电厂接连着火或被炸飞。不少人推测，或许就是这艘导弹巡洋舰在发力。而在近海区域，2栖攻击舰硫磺岛号则扮演了刺客的角色。这艘攻击舰飞行甲板长 183.7 米，宽 31.7 米，其机库可以放置20架海骑士直升机或者11架海中马直升机。它的主要任务是将搭载特战队员的直升机送上天空，这些直升机直接穿透委内瑞拉的防空网，摸到了马杜罗的官邸附近，随后果断展开行动。硫磺岛号后来还承担了转移马杜罗前往美国的任务。另外，2栖船坞登陆舰劳德戴尔堡号、2栖登陆舰圣安东尼号满载特种部队和重装备，为行动提供军需支援。而3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斯托克戴尔号、杰森·邓汉姆号以及格雷夫利号，他们身上配备大量战斧和阿斯洛克反潜导弹，专门为航母打击群保驾护航，加上各种补给舰与陆军舰艇，美军在海上构建了一个远中近3层海空潜一体的铁桶阵。这个阵势别说是委内瑞拉，就是换成拥有一个中等实力的强国，估计露个头就要化成灰。如果说海上舰队是铁锤，那么空中的力量就是无孔不入的水银。美军投入的空中力量到底有多恐怖？根据开源情报统计，美军这次动用的各型战机超过了150架，这就相当于搬来了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空军。而且这些飞机不是随便凑数的，每一架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杀手。首先，最让委内瑞拉军队绝望的是 F-2A 隐身战斗机。作为世界上第一款量产第5代隐身战斗机，其任务主要为电子战、对地攻击以及搜集情报，专门针对委内瑞拉的防空体系予以通缉。为了配合 F-2A 的打击，美军还装备了3类 F-35 战斗机，包括 F-35A、F-35B 垂直起降型、弹射型 F-35C。这些战机共同构成空中打击体系，确保美军始终掌握着绝对制空权。打击之外还有干扰，在攻击发起前，咆哮者电子战机就已经对委内瑞拉全境实施了全频段的强电磁干扰。这种干扰不是简单的杂音掩盖，而是利用先进的 EC-130H 电子战飞机针对俄制雷达的特征信号进行欺骗式干扰。委内瑞拉花大价钱买来的俄制 S-300和山毛榉，雷达屏幕上要么是一片雪花，要么是满屏的假目标，导弹根本无法锁定目标，防空兵只能眼睁睁看着美军战机大摇大摆地飞过头顶。另外，哨兵隐身无人侦察机
MQ-9B 真打一体无人机一直在侧面接应，随时对委内瑞拉的反导系统补刀。为了支撑如此高强度的空中打击，美军动用了庞大的加油机机群，包括 KC-135、KC-46 以及 HC-130。他们在加勒比海空域建立了一条条空中输油管，这样从本土佛罗里达起飞的 B-1B 隐身轰炸机和从波多黎各、洪都拉斯等20多个周边军事基地起飞的战术飞机，不需要落地加油，炸完一波，空中喝口奶，转头就能炸第二波。这还没完，为了监视马杜罗的行踪，中情局还专门派出一支隐形 RQ-170 无人机编队。这些无人机悬停在战区边缘，他们不仅监视着空中的一举一动，甚至还能监听委内瑞拉军队的加密通讯。直升机方面，美军也下了血本，特种部队搭乘智努干、黑鹰和鱼鹰直升机，直接冲向马杜罗腹地，另有蝰蛇 H-6 武装直升机支援。经过这波恐怖的空中压制，委内瑞拉军队的心理防线算是被彻底摧毁，而马杜罗的心理防线也毁了个一干二净。根据综合报道，马杜罗夫妇根本没有躲入安全屋，就被特战队一锅端。不过，海空军的强大打击也只是把马杜罗的家门踹开，真正进屋抓人的是那支美军特战王牌三角洲特种部队。关于这支部队，即使在美国国内也是最高机密。他们的正式番号是美国陆军第一特种部队地作战分遣队，不属于常规陆军序列，而是直接听命于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。部队的成员都是从游骑兵、绿色贝雷帽这些精锐中万里挑一选出来的兵王，每个人的训练成本都要用数百万美元来计算，精通各种轻重武器、爆破、格斗、跳伞、潜水，甚至包括外语和心理战。根据特朗普的采访披露，在行动前，他们就搭建了一个1:1的马杜罗安全屋模型。特种部队进行了上千次的演练，每一个转角、每一扇门、每一条走廊都被他们刻在了脑子里。在多次模拟演练中，特战队几秒内就突破了保护马杜罗的肛门。然而具体行动效果却比演练更加夸张。根据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的说法，三角洲部队搭载专业改装的黑鹰、支努干直升机进入加拉加斯上空。三角洲部队第一时间抵达马杜罗住所，迅速、精准、有序地向目标推进，并对该目标区域实施隔离。不过，委内瑞拉士兵并没有坐以待毙，他们对突袭部队以及美军直升机发起了攻击。没有意外，三角洲部队以压倒性的火力进行了还击，打得伪军生活不能自理。随后，特战队冲进马杜罗的房间，把这小子带了出来。在战斗机和无人机的掩护下，马杜罗顺利被带上了直升机。伪军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三角洲部队带走了他们的总统。三角洲之所以能如此迅猛地完成任务，除了本身超强战斗力，还要归功于那张看不见的情报大网。据悉，在行动前， CIA 的情报人员就已经渗透进了加拉加斯的每一个角落。情报团队经过数月侦查，最终锁定马杜罗行踪，掌握其如何移动、出行路线、饮食习惯，甚至他饲养的宠物信息。8月份 CIA 还秘密派遣了一个小组进入委内瑞拉境内，持续追踪马杜罗的动向。最恐怖的是，美方监视小组还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线人网络，这个网络里有潜伏在委内瑞拉政府内部的 CIA 线人，有委内瑞拉军队的高级将领，甚至可能有马杜罗身边的亲信。马杜罗几点睡觉，在哪个房间，身边有几个保镖，甚至当晚穿什么颜色的睡衣，都实时传输到了美军指挥官的平板电脑上。经过这一系列的铺垫，抓捕行动才变得那么丝滑自然。从落地马杜罗官邸到完成任务，实际上花费时间还不到30分钟。回过头看这场行动，我们会发现它的意义远不止抓一个总统那么简单。它是自1989年巴拿马行动抓捕诺列加将军以来，美军在西半球发动的最大规模、最高级别的军事行动。1989年，乔治·布什为了抓捕诺列加，发动了正义事业行动，2.7万名美军空降巴拿马，用了15天时间，把巴拿马城翻了个底朝天。36年后，特朗普为了抓捕马杜罗，发动了这场代号“绝对决心”的雷霆行动。虽然兵力规模可能不如当年庞大，但技术含量和打击精度却有着天壤之别。当年还需要谢里登轻型坦克在大街上对轰，需要 AC-130 炮艇对城市进行火力覆盖，现在只需要无人机定点清除和特种兵精确突袭，就能在不惊动大部分市民的情况下完成政权更迭。这就是战争形态的进化。因此，在火力军看来，这场行动是美军的一次高调宣示，他在告诉全世界，哪怕是在多极化趋势明显的今天，在西半球这块后花园，美国依然拥有绝对的掌控力，是俄罗斯和其他潜在对手都无法抵抗的。只要触碰到了红线，福特号和三角洲特种部队随时会出现在你的家门口。总的来说，委内瑞拉的这一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体的美军，从福特号到空中幽灵 F-35，再到陆战王牌三角洲部队，无论是直接参与还是远程辅助，他们都共同组成了美军的绝对战力。一旦启动，这股战力就能展现出令人窒息的碾压能力。
相比之下，俄方长所谓俄军是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军队，像极了一个笑话。对于马杜罗来说，这一夜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，但对于世界来说，这或许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，一个由高科技、智能化、非对称打击主导的战争新时代已经开启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面对如此恐怖的美军战力，哪个国家能在完全体美军的大规模打击下坚持得最久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